玻璃犬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大海的另一边，主基督和圣彼得来到世间。他们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，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。天黑了，他们敲了很多家的门，希望可以留宿，但都未被收留，因为他们穿得像乞丐一样。有一次，他们到了一位妇人的门前，我们进去看看，也许晚上能在这儿留宿。2名乞丐进去了，主人热情款待，为他们准备了晚餐和柔软的床。早晨，他们谢过了招待后告辞。当他们走出院子时，主基督对圣彼得说：“彼得，知道吗？这位妇人她拥有一切，唯独没有她所需要的。我们会赐予他们一个漂亮的男孩，无论这个男孩要什么，都全部给他。”妇人有一位名叫亚诺什的仆人，他从马圈门缝里听到2个人的谈话。跟他们说的一样，妇人的夫人突然就怀孕了。她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儿子。当儿子出生时，她的丈夫出门了，妇人则与孩子一起留在家里。亚诺什想了想，抓了一只母鸡，砍下她的脖子，再把血抹到妇人的嘴上，让她丈夫回来时误以为妇人吃掉了孩子。亚诺什则把孩子偷走了。他走啊走，到了王都。他对孩子说：“我的儿子，你看到国王那座美丽宫殿了吗？”“我看到了，父亲。”“那么你在城市那头许一个愿，要比这更美的宫殿。”男孩许愿要一个漂亮的宫殿，要比国王的宫殿更特别。城市那头出现了一座美丽宫殿，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城市。国王也去看了这座在城市尽头的美丽宫殿，里面如同王宫一样，物品和佣人应有尽有。国王喜欢上亚诺什，便把女儿许配给他。当公主嫁给他后，一直问他：“亚诺什，你告诉我，这个漂亮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？你不是说没有娶妻吗？”“别烦我，别问，以后我会告诉你一切的。”于是公主沉默了一阵子。男孩长大后去上学了，下课后等着马车接他回家。与此同时，家里的公主跟丈夫说：“如果你不跟我解释清楚这个漂亮的男孩从哪里来，我便不跟你过了。”于是亚诺什告诉了他所有事情。在他们交谈时，亚诺什突然说道：“哎呀，我亲爱的妻子，我们忘记告诉车夫去接儿子了。”当他打开门时，男孩就站在门口，他听到了一切。他们叫他进去吃饭，但男孩不进去。男孩走到马棚里，跟车夫说：“给我准备一匹最漂亮的骏马，我马上要启程。”牵起最漂亮的骏马时，他跟父亲说：“亚诺什，你现在变成一只漂亮的玻璃狗，跟我走。”
男孩带他立刻启程回家。他还没有自己的名字。天黑时，他落脚在里长家里。里长给他准备了晚餐，但男孩不允许他喂狗，而是铲了一铲子火炭，放到他的面前。里长说：“公子啊，这辈子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玻璃狗吃火炭呢。”里长先生，那你有听说过人被活埋的吗？我听说过呀。离这儿还远吗？还有一些距离。早晨，男孩起床，吃早饭后喂了玻璃狗吃火炭，之后便上路了。天黑时，留宿在另一位里长家里。里长给他准备了晚餐，男孩给玻璃狗喂了火炭。里长说：“这辈子啊，我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玻璃狗吃火炭呢。那么，里长先生，您有听说过人被活埋的吗？”我听说过，已经离我们不远。明天中午，公子啊，您便能到达那儿了。早晨，男孩起床后便再次出发。第二天中午，他到了家乡，落脚在里长家里。他们马上给他准备了午餐，但男孩只喂了小玻璃狗火炭。我还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小玻璃狗吃火炭呢。里长先生，你有听说过人被活埋的吗？听过呀。那么里长，请带我去。他们一起来到富人那儿，但在16年间，他已经穷得房子中间只点一团小火。男孩走过去，将老人前的火炭放到玻璃狗前。老人开始喃喃自语：“我还从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小玻璃狗吃火炭呢。”那老父亲，你听说过人被活埋的吗？我听说过，因为就发生在我的身边。你能指给我看埋在哪儿了吗？我没有去墓地，我不知道被埋葬在哪里。真是耻辱！那当时在葬礼上的人还有在世的吗？有的。那去吧，至少找3个人过来。老人去将邻居叫过来，他们一起去到墓地，告诉男孩他的母亲埋在哪里。当男孩走到墓旁，立即说：“棺材，上来！”棺材立刻出现在地上。棺材，开盖。棺材盖在那一刻打开，男孩的母亲在棺材里仍然活着，并在给男孩缝衬衫。那，老父亲，您还认这个妻子吗？认。那么你这玻璃狗变回亚诺士仆人。这时，玻璃狗又变回亚诺士仆人。您认这个仆人吗？认。您认我这个儿子吗？认。我母亲为此在地里受了16年的苦。那么亚诺士，骑上马回家吧，跟你妻子快乐的生活吧。男孩留在他父亲那里，比以前富有7倍。也许他们现在还仍然活着。这可不是童话，而是真实。